东汉末年分三国，很多小伙伴们看多了影视作品，都将三国时期的开始时间给搞混淆了。三国时期真正开始，应该是公元220年，一代枭雄曹操逝世，其子曹丕篡汉，立国号为魏，史称曹魏。至此，东汉灭亡，历史的年轮正式进入三国时期。次年，刘备在成都称帝，国号续为汉，史称蜀汉。之后的夷陵之战中，刘备惨败，这一战直接奠定了三家势力的对峙局面。公元229年，孙权称帝，国号吴，史称孙吴或者东吴。自此，三国鼎立的局面完全形成。此后近40年间，三家局势主要为吴蜀联盟对抗曹魏。蜀汉丞相诸葛亮多次率大军北伐曹魏，均以失败告终。诸葛亮死后，三国局面相对稳定，各国疆域变化也不大。直到曹魏末年，司马懿家族逐渐掌控曹魏朝廷。公元263年，司马昭发兵灭蜀，蜀汉灭亡。2年后，也就是公元265年，司马昭去世，其子司马炎废魏元帝曹奂自立，建国号为晋。公元280年，西晋发动灭东吴之战，混乱的三国时期宣告终结，神州大地进入司马家族的西晋时代。这是一个短暂的大一统时代，西晋国祚仅有51年，但却是一个昏暗、奢靡、腐败、自我残杀的权贵时代。为什么西晋朝会如此混乱不堪呢？首先，我们先了解一下司马氏的发家历史。司马氏是上古时期部落联盟首领皇帝之孙，姬姓高阳氏之子仲离的后裔，世代袭承下官这一职位。下官大概也就是掌管军事的一个官职。到了周朝，下官改称为司马。西周宣王时期，其先祖程伯修复官至大司马，掌全国军队，受赐司马为族姓，是为司马氏。之后，司马懿的12世祖司马昂随项羽灭秦有功，受封殷王，建都河内。待到汉王刘邦进兵楚地，司马昂被掳，投降刘邦，其封地也成为了河内郡。之后，刘邦在彭城之战中惨败，司马昂被楚军所杀，其幸存的后世子孙就此定居河内温县，也就是今河南省焦作市的温县。到了东汉第6位皇帝汉安帝刘祜时期，司马懿的高祖父司马均受封征西将军，在与羌人的作战中因兵败遁走，后在狱中畏罪自杀。司马懿的曾祖父司马亮官至豫章太守，祖父司马俊为颍川太守，其父司马防历任洛阳令、京兆尹。司马防有8个儿子，每个儿子字里都有达字，故谥号司马八达。司马防当年曾举荐曹操为洛阳北部尉，让曹老板开始有机会崭露头角。东汉的洛阳北部尉这职，类似于京师公安局局长，负责京师治安。也正是这次的举荐，让司马氏族和曹老板之间建立起了不解之缘。建安6年，曹操力挽狂澜，在官渡之战中大败北方最大的对手袁绍，冀州诸郡皆举城归顺了曹老板。事业大了，地盘大了，人手也就不够了。此时有人向曹操举荐司马懿，但司马懿却不愿意出仕，借口自己有封闭症，也就是痛风。曹操不信，派人夜间去刺探虚实，只见司马懿躺着一动不动，果然如他所说的得了封闭。晋书里说：“帝知汉欲方危，不欲曲节曹氏。”司马懿见东汉政权被曹家所控，不想曲节在曹操手下。但我翻看史料，司马懿大哥司马朗早在曹操任司空之时就已经投靠曹操了，只是后来因病离职，所以司以为司马懿不愿意此时出仕，多半是因为官渡之战后曹操势力庞大，广罗人才。司马懿觉得自己这个时候过去时机不好，未必会得到重用。到了建安13年，曹操再次征召司马懿，并扬言如果司马仲达再和之前一样躺在床装死，便将他捆了法办。司马懿害怕曹操动真格，于是答应出仕。魏略里记载：晋宣帝好学，曹洪自以粗疏，欲驱自辅帝，帝耻王法。司马懿嫌曹洪没文化，不愿跟曹洪来往，故意假装拄拐，以此推脱曹洪。而后曹洪向曹操打小报告，曹操便再次征召司马懿出仕，因害怕被打击报复，乃投杖而应命也。同年，他哥司马朗也被曹操征辟为丞相主簿。同任文学院的还有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孚。由此可见，8个兄弟里前3个都被曹操征召了，而并非史料里所说的。曹操听闻司马懿的名声后，派人征辟他。《晋书·宣帝纪》里把司马懿描述成一位有雄豪志、又具狼顾之相的狠人。曹操逐渐察觉司马懿是一个高级腹黑，对继承人曹丕说：“司马懿不是一个甘为臣下的人物，此人他日必会坏我家族之事。”但曹丕认为自己可以驾驭得了司马懿，
所以曹魏对司马懿是既用着又提防着。曹操和曹丕在世的时候，司马懿处处夹着尾巴韬光养晦。待到魏明帝曹睿即位时，司马懿受封武阳侯，升任骠骑将军，后勤斩孟达，关陇抗蜀，与孔明对阵五丈原，平定辽东。司马懿韬光养晦，连续熬死了曹魏3代君主。待到曹睿驾崩后，司马懿与大将军曹爽立年仅8岁的齐王曹芳继位。此时曹家势力仍在，曹爽排挤司马懿，改任他为太傅。其长子司马师任散骑常侍，也差不多就是皇帝的顾问。次子司马昭封为新城乡侯，其他几个子嗣也相继受封。但此后曹魏的朝廷被大将军曹爽把控，司马懿基本被架空，于是又开始装病，不问政事，以此麻痹曹爽。蛰伏10年之后，突然策划高平陵之变，直接诛杀了最大的政敌大将军曹爽，成为了曹魏军政大权的执掌者。司马懿父子针对这次事变谋划许久，他的长子司马师在司马懿蛰伏期间，私下养了3000死士，平时散在民间，到了事变之日全部聚集起来，兵屯司马门，控制京都。在这次高平陵之变中，功劳甚大，受封长平乡侯，10亿千户，加封为卫将军。司马师是个狠人，他早年政治联姻，迎娶了夏侯尚之女夏侯徽。这个夏侯尚也就是三国名将夏侯渊的堂侄子，夏侯徽更是大将军曹爽的表妹，曹魏名士夏侯玄的亲妹妹。夏侯徽出身将门，见多识广，时常为司马师出谋划策，所以司马师对出身曹魏家族的夏侯徽很是忌惮。后之弟非魏之纯臣，而后继魏氏之生，帝深忌之。青龙2年，公元234年，司马师不知道何原因，直接镇杀了原配夏侯徽。此时的司马懿正在与宿敌孔明对阵五丈原，可见司马懿的长子司马师手段之毒辣，出手之果断。司马师和夏侯徽共育有5个女儿，唯独没有儿子。之后其二弟司马昭将自己小儿子司马攸过继给司马师。高平陵之变后，司马懿、司马师父子俩都手握重兵，成为了司马氏族不折不扣的掌舵者。但曹魏在扬州还有最后一股支持的力量，淮南地区直接对阵东吴，也是司马懿唯一没有触及的区域。后期的淮南3叛中，前2次都是司马懿和司马师平叛。淮南1叛，曹魏大臣王陵欲迎立曹操之子曹彪为帝，司马师则携带着年仅6岁的养子司马攸，跟随司马懿出征王陵。战后司马攸镀了个金，获封长乐亭侯。由此可见，司马师非常疼爱这个养子，也基本就是内定的接班人了。司马懿在平定淮南1叛后，同年病逝，享年73岁。死之前连连梦见被他掘坟剖棺暴尸3日的王陵和贾逵。看来司马懿内心还是不够毒辣。司马懿去世后，司马师升任大将军，执掌魏国军政大权。嘉平6年，公元254年，司马师废魏哀帝曹芳为齐王，改立曹丕之孙曹髦为帝。此举直接引发了镇东将军冠秋俭及扬州刺史文钦的淮南2叛。此2人不满司马师擅行废立而举兵反叛，并各将自己的4个儿子送去东吴作为质子，以获得东吴孙亮的支持。司马师还是很能打的，领军10万征讨，随后大破淮南军，冠秋俭被杀，文钦遁走孙吴。在平叛中，文钦的儿子文鸯领兵西游，据说司马师受惊过度，致使原患有眼疾的一颗眼珠震出眼眶。司马师是个狠人，为安定军心，蒙着被子强弩屠兔，隐瞒伤情。回师后痛死于许昌，终年48岁。淮南叛变2次，司马懿父子2人先后去世，可能这就是命数吧。老二司马昭成了天命之人，顺手摘了桃子。2年后，公元257年，淮南第3叛爆发。司马昭为了铲除曹魏的最后一股势力，逼反了曹魏征东将军诸葛诞。司马昭亲率26万大军讨伐诸葛诞，次年诸葛诞兵败被杀。至此，支持曹魏皇室的最后一股武装力量也基本被消灭殆尽。天下的士大夫们没得选了，纷纷开始拥护司马氏。司马昭权重一时，为了独揽大权，大肆屠戮曹氏宗亲。甘露5年，公元260年，曹魏第4位皇帝曹髦不堪为傀儡，打算在殿上召集百官，抢先废除司马昭，免遭他日自己被废除的耻辱。这就是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的由来。曹髦轻率出击，以卵击石，最终惨死在天子辇车之中，连皇帝都敢杀。此时曹魏的政权已完全受控于司马氏族。司马昭弑君之后，立曹操的孙子曹奂为帝，是为魏元帝。此时自淮南3叛后，已有6年没有战事。司马昭觉得自己相较父亲和大哥，在战功上过于平平，于是公元263年，司马昭征发四方之兵18万，发动灭蜀汉之战。钟会、邓艾、
诸葛绪分3路进攻汉中，邓艾领着万余人从阴平越过绝险大山，进至江陵，在绵竹大破蜀军，攻占涪城，进逼成都。蜀汉后主刘禅不战而降。姜维得知大势已去，不得已投降了钟会。之后兵变未遂，自刎而死。蜀汉宣告灭亡。第2年，公元264年，魏元帝曹奂下诏拜司马昭为相国，封晋王，加9锡。次年8月，司马昭病逝，终年55岁。司马昭曾表示，天下是他父亲和大哥打下来的，将来的王位自然应该归属于过继给司马师的小儿子司马攸。但司马昭直到死前3个月，才突然确定了长子司马炎为晋王世子。司马炎继承相国职位和晋王爵位，总揽曹魏的军政大权。次年，时年30岁的司马炎，在满朝文武的反复劝进下，勉为其难的即皇帝位，坐享基业，是为晋武帝。曹魏政权宣告覆灭。当年曹操对司马懿是有顾忌，他能察觉到司马懿的厚黑，也曾经告诫过曹丕，认为司马懿不会甘居人下。但是曹丕自认为能够驾驭得了司马懿，不足为患。曹操也认为以自己的实力，短期内没有人能撼动曹家的位置。结果人算不如天算，司马懿的父亲司马防活了72岁，司马懿活到73岁，司马师命短些，只活到48岁，司马昭活了54年。反观曹家，曹操虽然撑到65岁，但架不住曹丕的37岁和曹睿的35岁。人家司马懿仅仅用寿命就熬死了曹魏3代君王。孙子司马炎坐享基业，之所以能够篡位自立，这都是因为当时曹魏宗室的落寞，以及天下其他门阀士族的支持。这些门阀士族在追随司马家的同时，也在不断的发展壮大。司马炎为避免其他士族和权臣效法自己，于是便大肆分封各宗室到地方为王，将封国分为大、次、小3等。大国治军，3军5000人；次国治军，2军3000人；小国治军1500人。藩王拥有地方行政权力，又有数量可观的军队，再加上都督制，都督坐镇一方，手握军政大权，用以危机时刻得以维护皇室的力量。同时，司马炎又颁布了一个占田令，规定男子每人最高可占有70亩土地，女子最高可以占有30亩。16岁以上、60岁以下男子，每人每年只需缴50亩田地的税赋；16岁以上、60岁以下女子，需要交30亩地的税赋。国家不予分配土地，鼓励老百姓自己开垦，反正朝廷就只征收50亩税赋，旱涝保收。对于士族官僚阶级，规定1品官员可以占有50顷土地，官职每降低1品，可占有的土地面积减少5顷，直到9品官员可以占地10顷。这一系列政策表面看起来天下无事，赋税平均，人闲安其业而乐其事，四海承平，天下无穷人。而实际上，司马氏族靠着士大夫起家，又不得不向士族让步。士族官员是不用缴税的，同时还有特权，可以庇护自己的亲族、下人和给自己耕地的农民，让他们也不用交税，最多可以庇护9族。占田令虽对官僚士族阶级占有的土地硬币的人数做了数额的限定，但却没有规定如果超出这个数额会有怎样的惩处措施。实际上，司马炎威望不够，也不敢有任何规定，所以只能放任士族官僚和各藩王想方设法地侵占土地，就此助长了奢靡斗富之风。而农民百姓拥有的土地则就越来越少，可百姓身上的税负却没有丝毫减轻。司马氏族德国不正，西晋朝廷政风腐败，党派乱起，宗室权力扩张，外族内迁，西晋王朝的奢侈荒淫撑住于史。司马炎眼里盯着士族，却忽视了藩王做大后对中央的潜在威胁。本该继位的司马攸受封为齐王，但却一直控制在洛阳，并未能去他的封地。当年司马懿去世后，司马氏执掌曹魏，成为司马氏族新的领航掌舵者。然而司马氏的猝死，让这一切又掀起了波澜。《晋书》中记载：及景帝崩，幽年10岁，哀动左右，大见称叹，袭封武阳侯。司马攸当年仅10岁就继承了司马师的爵位。司马昭如果放弃嫡长子，立司马攸为继承人，其实也是说得过去的。司马攸是司马师的正统继承人，司马昭当年多少有些代行其事的味道，毕竟也都是他的亲生骨肉。立司马攸也就等同于还权于大哥司马师这一脉。但人都是自私的，亲兄弟都明算账，何况是涉及到至上权力的王室。所以直到自己死前几个月才正式册立司马炎为储君。但当年司马师的那些旧部下肯定又是另一方的着想。司马昭毕竟没有他爹司马业和他哥司马师那样的威望，
这就给日后的王室夺权埋下了伏笔。再加上司马炎后期的一个昏招，力排众议选择智力有问题的长子司马衷为继承人，还给他配了一个生性酷虐的太子妃贾南风。此女15岁时嫁于司马衷，16岁时就彪悍到手持利戟残杀孕妾腹中的胎儿。司马衷登基的第2年，贾南风就发动政变，诛杀了权臣太傅杨俊，继而专治天下，威服内外。这直接为日后的八王之乱与永嘉之祸埋下了祸根。司马炎一共有26个儿子，有名的18人，其余8个儿子夭折无名。这些有兵有地有权的宗室，在司马衷这个傻皇帝登基后，如何腥风血雨、厮杀夺权，我们下回再聊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个赞、收藏一下。有什么意见和建议，我们评论区里探讨。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